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。我们今天要聊一聊明朝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啊，这个存在呢就是晋江王。对，然后我们会聊一聊这个晋江王的起源，然后他的一些比较好玩的故事，然后以及这个晋江王对桂林这个城市的影响。听起来很有意思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晋江王朱守谦，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啊？跟朱元璋是什么关系？朱守谦是朱元璋的侄孙，对，然后呢，就是他其实朱元璋早年的时候不是家里特别穷嘛，然后他的父母啊，还有他的大哥都在旱灾和瘟疫当中去世了，然后他就被迫跟他的家人分开，然后去寺庙里面当了和尚嘛。对，这个也是挺惨的一段经历，所以也让朱元璋后来的这个人生有了非常大的转折。对，然后后来他就参加了这个反抗元朝的这个军队嘛，然后在这个军队当中，他就又遇到了他的大哥的儿子朱文正啊，就是他的这个侄子。然后这个朱文正呢，也是非常会打仗的一个人，在这个洪都保卫战当中啊，以少胜多，挡住了这个陈友谅的60万大军啊，为朱元璋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。但是呢，后来因为他对朱元璋的这个封赏不满意，然后就起了这个异心，想要去投靠张士诚。然后事情败露之后呢，就被朱元璋软禁起来了，然后去世了。那这个朱守谦到底是怎么被封为晋江王的呢？他这个就有点跟其他的藩王不太一样了，对吧？对，因为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之后呢，他就把自己的儿子们啊都分封为藩王。然后呢，可能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大哥早年就去世了，然后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福。然后他的侄子呢，朱文正虽然说因为罪被软禁死了，但是他还是觉得于心不忍吧，然后就把他的这个孙子朱铁柱啊，就是这个朱守谦，然后封为了晋江王，就藩桂林，然后也是唯一一个不是朱元璋儿子的藩王。那这个朱守谦就藩桂林之后，他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？他这个后代又是怎么继续传承这个晋江王的呢？就朱守谦其实就藩桂林之后呢，就是非常的暴虐无道，然后成天就是喝酒啊，然后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啊，然后各种为非作歹。然后朱元璋就把他召回南京好几次啊，教育他，但是他都屡教不改，最终呢就把他软禁起来了，然后他就死在了南京。但是呢，朱元璋还是让他的这个后代继续继承了这个晋江王的爵位。听起来这个晋江王的这个传承也是挺有戏剧性的。对啊，然后从这个洪武3年啊，就是公元1370年第一次封王，然后一直到这个清顺治7年啊，就是公元165年，这个晋江王国才被废除。然后一共传了11代14任王，然后存世了整整280年。然后这其中呢，只有第一代和最后2代晋江王没有葬在桂林，其他的11位晋江王和他们的家族全部都葬在了桂林的瑶山。然后包括这个晋江王府也是朱守谦修建的啊，就是在这个独秀峰下，然后也是以这个为中心，把桂林城扩建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对，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晋江王的这个从分封到废除的这么一个历史啊，然后也聊了聊他们这个在桂林留下的这么多的历史文化的遗迹，可以说也是见证了桂林的城市发展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啊，在明朝的历史当中。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，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，然后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